大家好，我是小宇的开发陈志彤。然后前2期是正文给大家讲的是，用小宇创建智能合约。然后智能合约有一些人感觉比较难，然后现在为大家讲一下用小宇的技术进行区块链的私有链的搭建，然后及如何和现有的系统进行对接。然后首先我会讲的是小宇节点的介绍和 CLI 节点命令的参考，然后是私有链的搭建，然后 API 的参考和现有系统如何对接。在官网大家能看到小宇一共有现在有3种节点，然后这个是 Windows 版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钱包，然后这是一个命令行的节点，然后这是一个在手机上或者网页上可以跨平台运行的一个app。然后 Windows 钱包它是具有除了共识以外的所有的功能，它是给普通用户使用的，有一个不是特别漂亮的一个界面。然后它为什么没有共识呢？因为很多节点用来共识的时候，它都需要在 Windows Linux 上很多系统，然后跨平台的运行，所以这个 GUI 的钱包是不适合的。然后共识是需要的是命令行的节点，然后这个命令行的节点它有一些基本的钱包操作功能，然后还可以和其他节点达成共识。然后这个 app 就是可以跨平台在 iOS、安卓、Windows 10上运行，然后可以有一些扫码、联系人一些功能。最近还会更新一个新版的 app。这是GUI 钱包，就是 PC 版的钱包和命令行钱包它们的功能的比较。这些是一些基本的功能，它们2个是都有的。然后 Windows 的 PC 版钱包是有一些其他的更高级的功能。比如说部署一个智能合约，或者注册资产、分发资产、提取小宇币，这些都是高级的功能，是在这里有的。命令行钱包是它可以对外提供一个 API。API 是以用 JSON-RPC 的形式提供的，它可以是 HTTP 或者 HTTPS， 支持 GET 和 POST 的请求。然后它还可以和其他节点达成共识。然后部署私链需要那个至少4个共识节点。然后共识节点是怎么安装呢？它需要先安装它的一个运行环境，叫 .NET Core。.NET Core 是微软的使 C# 程序可以在 Windows Linux 很多平台上进行跨平台运行的一个底层的框架。然后打开那个 .NET Core 的官网，可以看到有一些 Windows 的下载，然后还有 Linux 的下载。Linux 现在有，这看不清啊。Red Hat、乌班图，然后 Debian、CentOS、OpenSUSE 这些都可以运行这个 .NET Core。然后运行完 .NET Core 之后，然后就可以安装那个小宇的节点了。小宇的节点是在这上面可以下载，在官网上也有对应的链接。打开那 GitHub， 在那个 Release 这里面就能找到最新版的小宇命令行节点的一个下载。然后它的启动方式就是你打开一个命令行，先输入 .NET， 然后输入 &shells-daemon.dll， 它就会启动了。然后或者你加了一个参数叫-rpc， 它会启动一个带 rpc API 的一个节点。然后你如果用外网对它进行访问，你需要在系统里面开启一些端口，比如说HTTPS 的 RPC 是10331，然后上面还有10332、10333和10334。这是启动的一个这个节点，用 .NET， 然后跟这个命令。
然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你可以先输入一个 help， 然后下面会列出它所有的CLI 的命令，下面也会讲。然后在这些 CLI 命令中，它有一些基本的命令，比如说查看它的版本号，然后帮助清除屏幕的内容，然后退出，还有一些对钱包的一些操作，比如说 create wallet 是打开钱包，然后 open wallet 是create wallet 创建钱包 ，open wallet 是打开钱包，后面跟上一个钱包的路径。这里面的间括号是指的是一个参数，然后像这样的一些方括号是一些可选的参数。然后等号是代表它的默认值，在这里面，重建钱包索引，这个要说一下，就是钱包中有一个标志是记录当前钱包的资产的计算到的某一个区块的高度，比如说当前计算到了100，然后你如果导进来了一个私钥，这个私钥在区块高度100之前有了一些交易，还有一些资产，这时在钱包中是不会体现出来的。所以你需要重建钱包索引。还有一种就是你发起了用钱包发送了一笔交易，然后可能由于你的交易构造是非法的，比如说交易双发了，或者是网络原因，然后没有发出去，但是在钱包中已经把你这笔资产减掉了，然后没有发出去的话，你需要重建钱包索引，然后它钱包中的资产就会变成正常的。然后下面还有list address 是显示钱包中的所有地址，然后 list assets 是显示钱包中所有资产，然后这 key 是显示钱包中的公钥。然后如果想显示私钥的话，是需要一个 support key 是导出私钥，它可以导出某一个地址的私钥。如果不输入的话，是把所有的都导出来，还可以把它导出到一个指定的文件中。然后导入也是一样，然后是 create address， 它可以批量的创建地址，比如说批量创建100个或者1000个。有一些交易所，比如说他想给用户分配一些充值地址，然后他就可以用这种 create address 命令，然后批量的创建100或1000个地址，创建完它会导出到一个文件中。然后这些是查看一些节点的命令，比如 show state 是查看当前同步的高度和连接数 ，show node 是连接到的节点 ，show pool 是当前内存池中未处理的一些交易，就是零确认的一些交易。然后 start consensus， 如果这个节点它是一个共识节点，然后通过这个命令，它就可以和其他节点开始共识。右面是它的一些命令的参考。然后这个节点一个节点它是可以运行了，然后如何通过这个节点，然后来搭建一整条的司链呢？搭建司链首先要配置一下服务器，然后在服务器中安装一下小米的节点，然后是在节点上创建钱包，然后修改一下节点的配置文件。为了这个演示，我截图是在 Azure 上创建了4个服务器，然后小米节点创建司链的话，必须要有至少4个服务器才可以创建司链的。然后 Azure我们在 Azure 上也有一个镜像，就是 Azure 中国市场中，你可以直接搜小米或者 Undershares 就可以一键创建一个小米的节点，这环境什么都配置好的。然后自己创建的话是需要在防火墙中开放这个10331到10334这个端口，然后如果是云服务器的话，还要在云服务器的管理后台中，然后在网络安全组中设置一下这个端口的权限。然后是用这个节点创建钱包，然后启动节点还是这个命令 .net， 然后 undershares daemon 点 dll。这里面我用一个节点创建了4个钱包，叫 wallet 1，然后一直到 wallet 4，
每创建完一个的时候，它都会显示这个钱包中的地址和公钥。这时候你要把公钥先记下来，因为下面会用到。然后打开节点那个 project 点 JSON 这个文件，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些参数，这些是都可以改的。Magic 是网络的识别码，就是它可以防止不同私链或者比如说测试链、主链之间的网络消息进行发到别的网络去，导致别的网络有更多的负载。然后通过设置这个不同的 Magic 值，它就有了一个识别的方式。如果 Magic 值不相同的话，它就不会验证接下来的一些交易。这个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它就是地址是以什么开头的？像比特币是1开头的，小米就是 A 开头的，就可以在这里面直接配置。然后这些是刚才在钱包中创建的4个公钥，然后要写在这里。这4个就是共识节点它的公钥。然后这4个是服务器它的 IP 地址，后面要跟上端口号10333。然后因为它是通过 P2P 网络达成共识的，所以 P2P 网络这里面的端口是10333。这些是系统的费用，比如说发布智能合约、创建资产，然后分发资产，这些你可以自己赶你私链里面的手续费。把这些配置完了，把4个钱包放到4个服务器上，然后把配置好的文件也放到4个节点下面对应的目录，然后就开始对每个节点都执行这样的命令。先是打开这个节点，然后打开钱包，然后开始共识。4个节点它可以允许有一个节点产生故障，它可以允许不到1/3的节点发生一般性故障或者半暂停故障。一般性故障就是节点网络断了，或者是节点挂了。然后半暂停故障是节点是被黑客入侵了，它可以产生各种任意性的结果。就比如说一般性故障就好比是汽车开在公路上然后抛锚了，就是一般性故障。然后半暂停故障就是被黑客操控的一群无人驾驶的汽车，然后横冲直撞。这是演示了一个挂了一个节点的情况下，3个节点还能正常达成共识。然后经常有人会问我自己部署了一条私链，我注册资产或者分发资产需要小以币，然后正常是一个里面有1亿的小以股、1亿的小以币，我上哪里得到这个资产？在创世区块中，它就会把你注册的小以股和小以币发送到了一个指定的地址，这个地址是一个多方签名的地址。这个多方签名的数量是所有共识节点的数量，然后它的最少签名数就是共识节点除以2加1。假如有4个节点达成共识，然后它需要创建一个3of4的多方签名，就是最多总共有4个签名，至少有3个人完成签名就可以发起一笔交易。创建多方签名是需要打开一个 PC 版的钱包，然后右键，然后点击那个创建多方签名，然后就会弹出这样的东西。在这里面一行一行输入4个公钥，然后在这边再输入3，然后点创建，它就会创建出一个地址。但是你刚创建完的地址，你是看不到这个资产的，你先要点钱包，点重建钱包索引。因为你是在它同步了之后，你又新添加的一个多方签名地址，你需要重建钱包索引，它开始从创世区块重新计算它的资产。然后现在这有1亿的小以股在这个多方签名的地址里，我要想把它转出来，转到一个普通的地址，比如说转到这个钱包的标准地址，要怎么操作呢？正常的转账是点交易，
点交易，然后点转账，然后输入对方的地址，点确定就可以转账成功了。但是多方签名是不一样的，它需要多个人进行签名。你发起转账，它会告诉你签名不完整，然后给你一串信息，你把这段信息复制到第二个节点，比如是你先把这个关掉，打开第二个用它打开第二个钱包，然后再点交易签名，然后把它粘贴进去，然后点签名，又出来一串，再把它复制，然后打开第三个钱包，再点交易签名，然后再复制进去签名，它就会出现了一个广播，因为至少有3个节点发起了签名，它就可以完成了这个签名的操作，然后广播出去，等大约15秒钟确认了，它就会跑到这个普通的地址。然后提取小乙币也是一样，点这个提取小乙币，正常它就是直接把这个的地址的小乙币提到了你发起地址这个所在的钱包中的一个标准的账户，然后需要你至少3个节点完成签名，就可以把小乙币提取出来了。然后它会提供了一个 API， 然后拿电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里面写了一个 CMD 的一个东西，它就可以这个是可以快速的打开一个节点的，就是你看 CD， 然后一个路径，你先转到这个路径下，然后启动这个节点，然后带来一个 RPC 的参数。API 的所有的文档都可以在那个 docs.undershares.org 这里面都可以看到。API 的一些方法，放大一些，比如说有 get balance， 然后跟上一个资产的 ID， 它就会返回一个它资产对应的余额信息。我启动一个 Postman 给大家演示一下。Postman 是 Chrome 里面的一个在那个扩展里面可以找到的一个应用，它就可以很方便的测试这个Post 或者 Guess 的一些请求。比如说这是我刚才的一个节点，就是 localhost 的，然后这 RPC 的端口是10332，然后因为我是 HTTP 的，是10332。如果是 HTTPS 就要改成10331。这里面是 send to address， 就是这个，它是向指定的地址转账。如果是一个交易所运行了这个钱包或者这个节点，它想给一个用户转账，比如说用户发起的提现，它用程序转账是怎么做呢？就是先发起了一个 POS 的请求。然后构造了一些这个交易，然后方法的名叫 send to address， 然后参数跟上这些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资产的 ID，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对方的地址，第三个参数是转账的金额。然后转账发起之后，它就会返回这笔交易的信息，包括交易的 ID、交易的大小、交易的输入和输出。但是这时候你是看不到交易的结果的，因为区块链是一个异步的过程，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结果。用那个 JSON RPC 的话，即使有结果了之后，它也不会返回给你的系统，所以你是需要这个请求区块，比如说 get block，请求一个最新的区块，
它有没有一些交易，或者你直接查询这个交易的 ID， 因为上一步已经获得了 TSID 了，然后你又可以通过查询交易。get 绕 transaction， 然后 get 绕 transaction 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交易的 ID， 第二个参数就是如果它为0的话，它会返回一个16进制编码的一个结果，你需要在你的系统中有一个对应的数据结构，然后对它进行反序列化，然后如果它为1的话，就会返回一个 JSON 的格式的。然后是讲一下如何与现有系统进行对接。刚才已经讲了，它可以通过 API 的方式。朋友你还看不太清楚。通过 API 的方式，可以就是通过 JSON RPC 或者HTTPS 的 JSON RPC 或者 HTTP 的 JSON RPC。在你的基于区块链的一个系统上，你原有的一个系统，然后你需要写一些调用区块链的一些方法的一个模块，然后就是在原有系统，比如说一个网站就在网站里面，然后你在你的服务器上需要一个节点。然后你每次获得数据或者发送一些交易，你就要通过这个 API， 然后来对它进行操作。这个节点是跟整个区块链网络用 P2P 形式，然后来进行网络广播的。这个节点也是区块链的一部分。然后更复杂一点，比如说和原有的系统进行对接，比如一个银行的积分系统。一个电商的平台，比如说电商平台想用小李谷进行充值，然后那么它还是右面是一样的，它也是跟一个节点进行对接，用户充值提现，它就是通过 API， 然后来知道一些交易是否确认了，然后或者发起一些交易，这是通过 API 的方式，还可以通过 SDK。SDK 的话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你需要开发的工作量会比较大。你的 SDK 在运行的时候，它也是会生成一些节点，会生成一个节点，在本地也是有一个区块链的完整的数据的，然后跟其他系统进行对接的也是一样的，就是简化了一下。之前是有一个模块，它跟节点进行交互，现在你是通过 SDK 直接和区块链网络它们进行P2P 的共识。然后今天的分享然后结束了，还有什么一些问题吗？比如说对区块链部署的或者智能合约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问。4台机器去组的一个失联网络嘛，但是说它实际运行也是至少4台机器嘛，3台。那如果这3台机子被黑客攻击，那些数据可以传给哪？数据像比特币网络，它是被黑客入侵了，比如说占有了绝大部分的51算力嘛，对，它就可以修改数据。它是区块链是有一个最终性和
稳定性和最终性，可用性和最终性。比特币是有极高的可用性，只有一台矿机在运行的时候，整个比特币网络就可以接着进行出块，但是它没有最终性，它只有通过检查点的方式，然后来保证一些最终性。但是小米它是牺牲了一些可用性，然后来达成了最终性。就是在小米上，只要交易被打包到一个区块中，它就不可以被篡改了。就不可以了。对，它是有一个最终性的。然后可用性就是比比特币很弱了一些，它就是需要至少2/3的节点在运行，才能保证整个网络的可用。谢谢。不是有4台机器吗？会不会那个如果是2:2的话，会不会达成共识2:2不可以达成共识对啊，因为2:2就停止出块了，但是已经进入到区块链中的一些交易，它不会被篡改。因为为什么写4，我不3？因为就是你4台可以允许挂1台，7台允许挂2台，然后4台会不会2个就像投票，2个是选择这个，2个选择那一个？然后这样就不会达成共识了，必须要有2/3以上的2/3的节点就是一致，达成一致才能共识。会不会出现2:2？ 2:2你投票的时候可以出现2:2，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就再找其他人投票，然后直到有一方的票数达到了2/3以上，然后才能完成共识。但是我们只有4个这样，这情况怎么办？那就是不出块了。不可用了。就不能出块了，对呀。那这3线怎么办呢？那就没法完成交易了。因为这个好比是你所有的区块链网络，被孤立成了2个部分。这种情况下是在很多节点在 P2P 网络中是基本是完成不了的，就是没办法把全世界的网络分成2个独立的部分。像比特币一样，你即使把全世界网络分成2个部分，然后它也会两边形成2个分叉，它也没有一个一致性。现在图网小米这个图网有多少节点？它现在大约100多个。100多个这是你们控制的？全节点共识节点现在一共是7个。7个。你打开那个节点的抛头点均色那里面文件，你可以看到7个是默认的这些节点，然后你或者在区块链浏览器中，就是按照查点印或者按照串点 XYZ， 你都可以访问到，能看到所有的共识节点。这个都是小米这边就是给控制的是吧？对，现在因为还是在比较早期的阶段，然后需要不断的进行开发迭代，到后期的话会逐渐的进行去中心化。如果早期的去中心化就根本没办法开发了。另外一个小米那个就是它这个做的这些就开源里面有没有这些加密的这种机制自己提供的一些方法？加密所有的加密方法都是全世界认可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加密方法。本身这个里面提供一些吗？还是说我们自己在做？有一些就是保护啊，我们这个加密的话，就是对，比如说隐私的一些保护什么的。对。在小米上就是你的地址是跟你的真实的人是对应不上的。这个是它本人提供的是吧？对，这是基本上所有的区块链都有这个。但是我这里面那些网上内容的话，就是放那些内容。然后你的一些交易，一些想把它加密的话，然后它会小米上现在是没有做，之后可以有一个叫同态加密，或者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同态加密或者其他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对你的交易的数据进行加密，然后并且可以验证。
就是你在数据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可以验证这笔交易是否合法。另外就是那个，就是你没讲今天没讲那个智能合约是吧？就是之前讲过吗？对，之前前2期讲过智能合约。讲过。刚才你们有想起来还有叫私有计算外包，也是跟同代加密很类似的一种方法。不是啊，就像那个，就是一个模块一个功能。不是，现在小米上还没有提供这个，那它是一个密码学的一个算法。同态加密是吧？谢谢。还想问问你，就是说那个，就是比如我要业务系统里面有很多数据，就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是系统产生的，但是我是想要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说大家都是做一个公共的一个资源，大家都会去访问的话，那这个资源的话，我是放在这个面上好，还是说单独放好，但是让它可信任的，让大家可信任。这还是要取决于你的系统，就是你即使是，你一个银行发行的一些积分，你放到上面，它，就是让大家都是可信任的，就这个就一些信息吧，这个是放在面上怎么放合适？你是说的是，像那个存证吗？存在性证明？对。这个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往里面写一些数据。智能合约有一个公共存储区叫 storage， 你可以通过键值对的方式存储到一些存储进去一些东西。那个数据量会很大，可以放很大吗？它是可以很大的。可以是很大的。然后如果你不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你可以通过交易的一些属性。比如说在那个 PC 版客户端，你发起交易的时候，它有一个备注，你在备注里面你就可以写任意的内容。然后现在就是1兆左右的存储。这个放链上去的时候，就跟链上就是放在一起，区块上放一起。对。就放区块上面去。对。你上次就没听那个，就是这个虚拟机那个，我看这有个小米的 AVM 的虚拟机是吧？那个之前有录的视频，在那个。里面是吧？小米的一些群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就想问一问，它这个虚拟机里面能够执行，就是说可以调外部接口吗？这个是。它可以调动区块链提供的一些接口。什么？区块链提供的一些接口。区块链。比如说，你可以在智能合约里面查询区块的高度，查询一个区块的时间，区块的一些交易。只是链内的这些接口。对。就是这外部的第三方的系统不能调。另外的以后会开放这个。但是这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难度，因为不同的节点访问同一个外部接口，返回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行，我回去再看看资料。谢谢。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小米股它的市值有几个亿了？然后这100多个节点能否承担这几个亿的一个安全性？也就是说，假如别人或者是黑客用几千万、1个亿来购买足够大的算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类似拒绝式、分布式拒绝的这种攻击，是否会攻破这100多个节点的安全性？分布式攻击的话，只能让节点挂掉，它不能篡改交易。因为小米它是有一致性，有一个最终性的，只要打包到区块链中的交易就不可被篡改。那小米我不太清楚它的共识算法啊，像算力那种购买51%以上。它不是算力，它是通过用小米股进行投票，你购买小米股，然后投票选取共识节点，然后共识节点之间达成共识。然后现在小米团队是有50%的小米股，所以你是其他人是不能攻击的。就是说，这7个节点的安全性能够，这几个亿的市值能够建立在这7个节点的安全性之上吗？您觉得？对。确定的啊。确定的。即使你攻击了，你不能修改任何一笔交易，你只能让整个网络挂掉。
就是它这服务器里面的数据，假如篡改了4个呢？你篡改了7个里面的4个呢？你篡改之后，它是有那个 hash 之后的，然后你篡改之后，你跟后面人对应不上了，它就不会验证成功。每一个区块都会包含一个前一个区块的 hash。明白，谢谢啊。它这个就是刚说这个，它是这个分布式的，是最终一致性的，它是异步的，是吧？咱这小野这块呢，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实际要求比较强的这个场景，它这个交易的笔数，一般是什么一个？交易通过测试的话，大约1秒钟能几万次吧？几万个是吧？那这个交易这个是几万个，是跟这个就是这块速度，就是大小是不是可以就是要小一点？这样的话，当然交易会，是不是？主要是共识节点它的计算能力，验证交易，它不需要验证它的hash 嘛，然后就看一下这个计算能力。现在这个服务器的 CPU 什么的，它应该是0秒几万笔是可以的。叫 DBFT。它是拜占庭共识中的一种，然后我们是自己独创的，改进了一下它的共识算法，叫改进性的拜占庭共识算法。这个在小米的官网上可以下载白皮书，是它就是所有的共识节点，先选举出一个议长，议长是大家轮流当议长的。议长就是把所有的交易打包到一个区块链，打包到一个区块，但是这区块先不写到区块链中，然后发给所有的议员，有2/3以上的议员投票表示同意，然后这个议长就会把它写到区块，3/3的议员需要验证完签名。然后议长得到了2/3以上的签名，就会把这些交易打包到一个区块链中。就是说是分层的，对吧？这个共识有一个议长，然后下面有议员。对，然后议长是所有的议员轮流做的。然后如果轮到了，比如说第二个议员不在线，他就会再返回来让第一个议员当议长。了解一下这小蚁这个公司，就是它这个小蚁是一个组织嘛，我看那个是 RRG 的，它是个，但是也是一个非盈利的还是说盈利的？是商业公司还是非盈利的？它不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社区化的开源的一个项目。但是也是有商业目的，对吧？它的所有的利益就是投资小蚁，它会拿到小蚁股。然后基于小蚁上面建造生态的越来越多。然后它就市值就会小蚁股的股价就会上升。股价指的是小蚁股在市场上的一些价格。就所有数字货币，只要在交易所上，它就会有一个价格呀。多问一些技术问题哈，不要其他的项目方面不要。我问一下，就是关于 ICO 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小蚁的这个架构上搭建了一些应用，然后这些应用呢也要进行一些 ICO 嘛，然后我们是单独自己发行一些自己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币，还是说还是以小蚁币作为一个基准单位呢？你如果有自己的应用，你需要自己发行一种代币，因为你没有小蚁股或者小蚁币，就是你没办法就是控制很多然后分发。一般的 ICO 的那种数字资产都是你自己所控制的。就是我是单独发自己的代币，还是说还是由小蚁这边分发一些小蚁
小乙币发到我们这上。一般是通过小乙的代币，不是，一般是通过你自己创建的一些代币。然后像NICE的基金会，就是它可以让大家众筹小乙股，然后换你的代币，然后进行这种基金的投资。明白。就是相当于我们发行代币，但是是以小乙股作为一个这个。对，你融资你什么币都可以啊，只要你自己觉得可以就行。就是我在这上面是可以发自己的代币的，对吧？对，小乙的你可以在上面注册资产，比如说公司的股权也可以，然后你的一些 token， 然后或者积分也是可以的。然后至于你 ICO 想筹比特币或者想筹小乙股，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行，谢谢。这个发展这个资产的这个数字化，那怎么能在那个信任？它通过数字证书啊。数字证书啊。但是对线下兑现这个，可是数量也解决不了，对吧？别人如果相信了你这个数字证书对应的你的人，他就要相信这种兑现的方式。你如果网上发行了，比如说100个人民币的代币，然后以你自己的身份进行发放的，然后别人肯定是不会相信。如果是人民银行，然后他有一个数字证书，以他的国家或者银行作为担保，然后大家就会相信了。那比如说像众筹股权这个，像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这股权，那怎么能够是不是有一个，还是通过这个政府的这个公信部门去？如果是你公司的股权的话，你需要公司申请一个数字证书，然后这个是需要通过 CA 机构上申请的，然后他会对你的公司的资质、你公司的一些证件，然后以及对一些公司人员的审核，然后审核通过了之后，才会给你发一个数字证书。通过数字证书签名的就会符合国家的法律，比如说数字签名人法，然后公司法，这些是获得法律认可的。但是它跟股权的挂钩的话，还得是经过这个其他部门。你在上面发送的一些股权转让的交易就是电子合同啊。啊，就是电子合同。对，电子合同也划分那个。会得到法律认可的。这是跟电子合同构结在一起是吧？พี่方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倒数第2页、第3页那个，就是关于业务和那个对 API 方式来提供和现有系统进行对接，这个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是一个 base 在北京的公司，然后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就是区块链 as a service 的一种方式，相当于是我有现有业务，比如说有会员积分。那么会员积分呢，它通过 API 呢，可以把它虚拟化到这个区块链上，然后呢，就是把它虚拟成不是我们代币嘛，类似于对吧？那这样我通过 API 进行调用，而这个下面那个就是最左下角、右下角这个区块链网络，实际上在这个场景下，类似于是一个就是小乙的现在当前的这些节点，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你需要先在小乙的区块链上注册你的一种积分。对。然后注册完了之后，你就可以通过它节点提供的 API 进行转让一些操作或者分发积分。但是现在这个是已经具备了是吧？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API 进行。对，这个是已经很完善了。然后已经有很多公司或者企业用了类似的这种架构，用小乙的节点，然后部署了一个私链或者联盟链，然后它在上面运行一些积分系统。或者其他的系统。那这个时候就是达成共识的那个节点，还是说你们这边的7个节点，还是说？如果你在公有链上，就是现在的是7个节点，将来可能会更多。如果你是自己的私有链或者多家机构组成的联盟链，就需要你自己维护一些节点。就是纯自己维护。对。然后里面的手续费什么的，你也可以自己指定。然后系统的代币，你甚至可以不叫小乙股权，你可以自己改名也可以。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开放，现在是利用这样的开源技术。对，小乙是实时开源的。这个有相应的就是开放的资料吗？你可以参考的。
像技术文档就是技术文档是在这里 docs.andreas.org。然后，如果你觉得技术文档看的不过瘾的话，你可以看源代码，源代码在 GitHub 上。然后技术文档最近也一直在更新，还没有那个完全的更新完。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才说那个公司股权那个事儿，就是现在这个相当于是它股权的这种去理化，就是这个现在是可以执行还是说？现在就可以了。已经在小米上已经注册了10多种资产了。但是这个 CA 机构的话是一个国家机构。对，国家有一些7家还是8家认可的国家认可的 CA 机构。谢谢。刚才问你再多问一下啊，我请教一下，因为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在小米这个区块链上面，就是主网上面。就是这个就是放的东西，或者放这个区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电子的这些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法律的一个认可吗？就是说它的。首先你要有数字证书的签名，否则跟你实体的人是对应不上的。数字证书的签名，这个我在跟刚才那些 API 里面就是有吗？是的。数字证书你要打开 PC 版钱包，然后你可以导入你的数字证书。就是你不是通过正常的方式创建地址，创建地址是系统随机生成的一个私钥，然后生成地址，然后你要用数字证书的话，一般是 CA 机构给你提供好的私钥和公钥，你导入到小米里面，它就会显示你的证书的名称，然后你发行的一些资产，别人也能看到这个资产是你的数字证书对应的。就是你正常。你没有数字证书，你发行了一种资产，比如说 A 公司的股权，它会显示未知发行者。什么发行者？未知发行者。未知发行者。如果是你 A 公司自己发的，它就会显示 A 公司。明白了。就这个只要通过数字证书放在这个小米这个区块链上去的，是这个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法律的一个认可，是吧？对。就作为这个，就是说大家会是一个信任的，是吧？对。是这样，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凭证的。因为要是说做一个商业的这个一个模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它是国家认可的一种电子合同，受法律保护的。就这个信息放在小米这个区块链上，这个就是能够得到国家法律认可。除了刚才数字证书之外，就是这个电子这一块，就是区块链本身这个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这个证据嘛。不用数字证书的话，只能就是用来存证。它会你可以写一些数据，它会证明你这个数据确实存在过，并且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区块链本身这个东西，它是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吗？现在目前这个。区块链本身是得不到的。得不到的。别的区块链基本上是没有数字证书的，只有小米支持。以太坊没有数字证书。咱们现在就是说这去中心化。当然是这个坦诚说哈，就是如果小米这个组织要是不存在的话，那所有这种都没有，对吧？它其实还是一个中心的。就是，但像比特币一样的，可能现在是没有人去控制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小米股都分出去之后，然后基本上就是不是一家独大了，就是很多社区里面的人就会自发的形成一些，维护一些共识节点。然后之后它可以，比如说调整一下系统的手续费，它通过竞选共识节点，它可以获利的。现在在小米上的转账一些都是免费的。就没有中介费是吧？像你发行资产其实有手续费的，你转账是没有手续费的。那就是说，只有在小米就做一项越大越有这个就是
更有广泛性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卖家可能会越来越，其实大家就是更加相信的。如果是移动 APP 的话，就是说手机安卓或 iOS 的能作为这个节点。它不是一个节点，它只是和现有的节点进行 RPC， 通过 RPC 的 API 提供的一些交互。它像是客户端。对。而节点的话，必须还是在这个服务器上。对，现在的节点是需要是一个全节点。全节点。那如果是个人电脑呢，它可以做一些，因为比如说PPT 嘛。个人电脑可以。个人电脑应该是可以的。对。但是它手机上可能只能是做一个特别的事。对。手机上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轻节点。比如说 SPV 协议的，它可以验证一些交易。但是它不存储所有的区块链数据。现在区块链数据大约是500-600兆，你在手机上存那么大的也不太现实。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系统它的运算速度的问题，现在实际上是我们这边在公有端上维护7个主要的共识服务器，对吧？这些服务器现在属于运算速度要求比较高的。不用要求特别高，一般1核的 CPU 4G 内存就已经足够了。就可以了。它还是个交易量是吗？对。好，谢谢。这个节点就是普通的，就是刚才演示那个命令行节点的。对呀。不用共识节点，因为它是可以参与共识，也可以不参与共识。它如果不参与共识的话，它会和其他的共识节点或者其他节点通过 P2P， 然后来同步数据。它也是一个全节点，你只要从这里面取数据就可以了。它本身会验证区块的有效性的。刚才我演示的是，我本地不是运行起了一个节点了吗？我就可以通过程序调用我本地的 localhost 的那个节点，里面获取数据的。这个节点和区块链网络是 P2P 方式的。然后你节点和你的业务系统是可以通过 API 的，它们都是一个区块链的。需要啊。它是一个全节点。因为我要去参与，比如说我做一个积分的话，那我就说我这一套系统的话，就是我需要一个自己的节点。是这样的。我推荐加到那个区块链上去，就加到主板上去。对，推荐你是自己运行一个节点。对，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要做 APP 的话，给顾客用的话，它都是连到我这个自己这个节点上去，通过 RPC 获取这个一些区块链的服务是吧？对，这个节点是你自己维护的一台节点，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些公有的一些节点。比如现在小米已经有一些公有的节点，你可以直接访问，但是，这样的话，对性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你的自己的节点，比如在一个局域网内，或者就在本地，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那我看到有些像那个腾讯的，它有那个，我不是跟人比较，就它的模式的话，它是可能是用人的方式，它可以自动给你创建一个节点，好像是这样的。就不需要再去布一个机器，自己再布一个家里，自己再需要一个服务器的吧？在一个服务器上也可以创建节点的。也可以啊。对，在那个 A 的透膜上有一个镜像，你可以一键创建一个小米节点。对，它只不过是把它的云服务和它区块链服务融合在一起的。之后还会做一个 Pass 的一个服务，就是在小米的网站上，你可以直接一键你创建了一个小米节点。然后这个后台我们是通过帮你
在 A 热上上面的一个节点，然后给你使用的。现在小米停这种吗？现在还没有，你可以自己在 A 热上，然后金阳市场已建成的节点。刚才说最开始那 PPT 说那3种方式 PC 和那个 mini 行还有那个 APP 的，那个 APP 不是节点还是节点？刚才你解释了一下那个，APP 不能做这个，因为存储啊这些。这个节点是。它就是一个钱包的客户端。是钱包客户端，但不是节点，区块链节点是吧？对，它不算是一个正经的节点。我看你这个好像刚才解释的好像不是，但你这个归到是3类。那你这个就是 PC 的客户端，这个是节点是吧？它俩都是全节点。对，然后这个是相当于你访问区块链的一个入口。一个钱包的客户端，这是一个客户端这 APP 客户端，它是通过那个，但是它之后最近可能要升级的话就会变成一个 SPV 服务的一个节点，它就是一个轻节点，但是现在暂时还是通过 API 去调用这些数据。它这个直接调主网上的那个网联机器是吧？之后如果改成那个 SPV 服务的话，它就是通过 P2P 形式。它就会也充当一个节点的角色一个轻节点。那不它也要本地放那个好几百？不用，轻节点它是只存储和自己有关的数据。这个是。有一个区块头，有一个完整的 Merkle tree， 然后还有和自己相关的交易，也不光是区块头。它通过完整的 Merkle tree， 然后可以验证一笔交易。还有刚才问到，就是说到一些 CA 的那个事就我有一些比较初级的问题就是现在搭建在以太坊上的应用，它是不需要一个 CA 认证的，对吧？是不是？但是在小以它是有一个数字证书，是不是我们在国内做区块链的应用都要通过一些，都要去做一个这个 CA 的认证的？这个 CA 是可选的，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就我如果要，比如说要发行一些自己代币，我首先是不是要去这些去办一个数字？这个不是强制的。假如你是一个银行想发起一些积分，你让别人信任你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不只是 CA 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比如说你在银行的官网上写出你的资产的 ID，然后别人可以和它区块链的数据进行比对，就知道是你银行发行的资产，而不是别人随便注册的。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强制，是可选的。对。现在正常流通的这个都有这个吧？就比如说市面上正常发行的一些项目发办秘书，然后流通的这个是不是都是经过认证过的这种？这个在小以之外的区块链上，他们基本是没有用数字证书的。小以上面的是？小以上，有一些有，但是我没有具体了解过。好的，谢谢。这个数字证书的话，就是上传到这个小以网上了，是吗？就是它这个上面。这样的话，这个数字证书的话，如果是说，是不是也是很关键？就是数字证书这个本身的，就是这上面会有这个私钥，是不是也放上去？数字证书，是不是要上传上去？我们没用过。数字证书那个文件它是包含公钥的，私钥你是自己保管。自己保管私钥的就是这个能明白了。然后数字证书一般还会有一个密码。自己知道是吧？对。没有其他问题。
对，JSON RPC， 简单来讲就是你通过你的程序，无论是 Java 还是 C#， 你向这个节点的 IP 地址和端口发送一段 GET 或者 POST 的请求，请求的内容就是 API 这个文档里面提供写的一些内容。如果这个节点本身就是本质的话，我就不然对，你就访问个 host 的，然后跟上端口号。我刚才演示的就是本地条。对，是。如果不带参数的话，就是只启动一个节点，它没有服务。然后大家干 RPC 它就会启动一个服务。也没有，有一部分启用了，就是想启用就启用，不想启用就不启用了。那个你可以按一个试啊，小米那个 小米那个那些7个记账节点在那个配置文件里面已经写好了，你直接访问它的那个 IP 地址，然后你直接挨个试你就能看到。现在好像是有7个中有4个还是5个是启动的。那端口就是10333是吧？10333是 P2P 的一个端口。然后这个JSON RPC 可以是10331或者10332，331是 HTTPS 的。还有其他问题吗？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提问，今天的交流质量非常的高。那么也说明另外一点，就是今天大会的都是比较即刻的，对这个区块链比较了解，可能比前2次的质量更高。那么下一次我们会在5月24号晚上有一个动员会，也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个时候我们的张真文也会跟大家进一步的做一些互动交流，像今天这样。也许大家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或者你们在开发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交流和沟通。那么今天特别感谢大家到来，那么活动到此结束，谢谢。